大家好，我是 C 姐。这次我们改造的屋主非常帅，他过着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我叫任正喜，大家都叫我阿喜，来自深圳。2013年和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偶然接触到冲浪。当我第一次站在板子上，突然一道浪涌过来，把我推回了岸边。那个感觉我永远都忘不了。之后一直坚持冲浪，一直到现在。我以前在一家外企工作，做客服、销售，后来开始创业，也经历过一些起起伏伏。现在终于有机会开一家自己的冲浪店。Hello， 嗨，终于见到你啊！我是阿喜。哎，你好，你好。Hello。我觉得她漂亮。长得帅啊，没啦，句号啊。我其实有很多，她一直不说，你说我。你干嘛要强迫我？我很有内涵的地方。哎，对，身材很好，长得很帅。我。他。这边是你们住的房间吗？跟我太太一起住的主卧。哦，主卧。对，平时小孩一周会过来2天，也在这边。之前其实都还 OK， 因为我这边是2张那个床拼，宽的，对，拼在一起的。但是他们慢慢在长大了，所以就稍微会有点拥挤。所以如果是能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可以4口人仍然可以在这边房间。对，这我是喜欢有一个空间在一起。另外，我看到其实还蛮多化妆品。对，因为我太太经常化妆嘛，所以我之前也答应她说，哎，我以后会给你弄一个化妆台。对，要有一个独立的，让她舒服的，可以在这边化妆。但是一直在忙。其实这边这几个架子也是之前自己弄的，自己弄的，放一下就算了嘛。这是我之前给她做的镜子。哦，是，她就只能站在这边。对。对女生来讲，可能这个镜子有点小哎。对，还有这个其实是我最讨厌的，因为我们本来租这房子的时候，这边是原来留着，也没有说是再去改它。那主卧呢，因为房间比较小，但是又想实现多种功能，比如说像大人的休息区、儿童的休息区，还有就是女屋主独立的梳妆台。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应该是会利用到它们的层高，去对空间重新划分功能分支，来实现多种功能和多种场景的存在。哇，好多衣服呀！对，这边其实我们打算是做衣帽间。你看到这些衣服都是我跟我太太本来之前上面都是放一些杂物，但是现在我亲爱的妹妹又要搬过来跟我住了，所以她现在暂时只能睡在这上面。所以，但是她其实睡在上面地方是够大的。但是蛮压抑的，其实。对，就感觉平时应该不是很想待在这间屋子里面，就是睡一下觉。对。对，我看你们的衣服其实摆的还是很整齐的，短衣区和长衣区，但是确实可能帮你们再规划一下，就会没问题，没问题。而且真的这边的光其实也不好。那衣帽间呢，除了要满足一个超大容量的开放式衣物存储之外呢，我还希望能够在这边去帮它规划出一个独立的、更为舒适的居住区域。哎，我看你们这一边装修的还蛮有格调的哟。哎，那你们对卧室还有另外一个房间的一个风格还有元素，大概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呢？我们都是倾向于就是木头加石头最自然的，就是跟这边比较对风格一致。在2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去实现5口人，这5口人还包括有男有女，有大有小的非常多样化的功能需求呢，挑战还是蛮大的。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们有考虑过整个改造的一个预算吗？你说。
其实这个疫情啊，大家都比较困难一点，所以我们就是想了一个大概的预算吧。哎，对，大概是在什么范围？ 2万左右了。2万2个房间都。对。哇，这个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可以的，可以。想要达到预期的改造效果，硬装和软装没有个5、6万，怎么可能？艾玛，你在哪里？诶，好像有人在叫我。我来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来居包工头艾玛。没有我搞不定的预算。这2个空间的改动挺大的，我估计没有5万多预算搞不定呢。是有点难。我看主卧和次卧都有一个巨型的榻榻米，拆掉的话，整个地面还要重新处理。那要不就保留下来，作为一个抬高的实木地面继续使用咯。哇，这样就可以省掉一大笔费用嘞。另外嘞，衣帽间这边就不要打衣柜了吧，用简易的衣柜架。是呀，工期也会短很多。还有，洗手台我们找木工自己做吧，各方面的省一些，我还是很有信心将软装产品和物料成本控制在2万左右的。加上项目组赞助硬装工程大概1万多，那应该差不多，太好了。那就按照这个思路，我再细化一下设计方案吧。重新规划空间，实现功能分区，包括成人休息区、儿童休息区、化妆区和收纳区，最高效的利用层高，最大化的提高睡眠舒适度，增加了约4个平方的使用空间。根据我们这个设计方案呢，我们其实想在这个屋子做一个高低床的设计。我们刚好之前衣帽间拆下来一个梯子，我们看看能不能利用上。衣帽间呢，收纳规划则增加了近2倍的收纳空间，会最大程度的凸显屋主爱好的自然风格。L 型的衣帽架收纳，利用垂直空间提高空间的收纳率。屋主呢希望将所有的衣服挂起来，在收纳的规划中，我们将不常穿过季的衣物放在最高处，这个区域呢属于拿取频率最低的区域。中间这层呢，我们用来挂常穿的衣服，方便拿取；而最下面这一层呢，则做了裤架的设计。一是猫比较不容易抓裤子，2是裤子相对较短，还可以在地面上放置一些收纳盒和行李箱。而在靠近厕所洗手盆的位置呢，我们留了一列作为洗手盆区域的收纳，用来挂毛巾等小物。另外，还在下层的区域有设计2处抽屉，可以收纳一些内衣，更方便平时的使用。搬过来西冲这边想做冲浪店，最早还没有打算开一个冲浪店，只是说想让小孩在市区可以不要每一天都在市区的环境都是钢筋水泥的，就来到大自然这边，山是山，水是水，你会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想给到我的小孩的东西。准备看新家喽！3、2、1，哇哦！哦。那在主卧呢，我们使用了一个比较明亮的颜色，做了一个色块的设计，对功能进行了分区，这样在视觉上呢也看起来更加的饱满
和有趣。主卧的层高呢有2.9米，而且原本它的这个榻榻米床呢也比较长。那针对这个特点，我们就在床尾的上方做了一个小小的空中阁楼，作为儿童的休息区。而在下方呢，则打造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女主人的梳妆区，大大的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那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很眼熟？其实这个是我们之前从次卧拆下来的一个梯子，把它旧物利用，在这边呢作为阁楼的一个支撑点。像这样阁楼的设计呢，其实特别能满足小朋友喜欢爬上爬下的特点。另外，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上面的床和下面的床是完全没有重叠的，所以完全能够满足屋主想要开阔视野的需求。那在软装细节的元素提取上呢，我们是做了2个考虑。第一是想要尽量给到屋主想要的非常自然原生态的一个基调。那同时呢，结合它作为冲浪店主理人的一个身份，我们增加了很多像海浪还有冲浪板这样的一个细节。比如主卧的这幅挂画呢，它的主题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热带岛屿，加上旁边小小的冲浪板，成为床头背景一个非常特别的装饰。那像这个吊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框架是这种非常原始的天然木皮。那我们来看一下床头这边的设计吧。我考虑到你们临睡前可能会有这种半靠在这一边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就定制了一个很厚的软垫，作为床头靠背。那这样你们玩手机啊，或者是看书就会很方便。对的，对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这个洗漱区吧，因为之前其实我们有说过，这个是一个蛮大的痛点，这个洗手盆很小而且很丑。对。那所以我们其实整个都拆掉，重新定制了一个这种木质的完整的一个洗漱台，然后包括像水龙头呀，还有台盆呢，其实都是重新换过的。整个风格也是这种黑色、灰色，很高级的一个质感。那也考虑到可能方便你们收纳，我们就把整个台面其实都做的比较长，这样子你们的洗漱用品啊，都可以放在这边，包括护肤品，在这边就是可以做的比较舒服一些。还有一个点，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因为这边其实空间相对有限，就不能再放一个独立的床头柜了。那我就再把它稍微延长到床头。那睡在这边的人，其实临睡前要喝水啊，或者是放手会比较方便。其实可以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床头柜来使用。有没有惊喜呢？有很多小的东西，就是你体验以后，你会感觉就是方便程度大了很多，然后空间整合也好了很多，是，然后颜色也统一了。对，因为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就一个房间这么大，现在看到也是这么大，但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挤在一起了。那现在是这边是一个区域，这边是一个区域，然后那边是化妆的，上面是小孩子玩的，就相当于现在是1、2、3、4、5个空间，对，一样的，对，很结实的。其实我蛮惊喜是这个你化妆的这个位置，地方是吗？对，因为它这边是可以，那个光线其实也可以刚好，也是一个好像很小的一个小房间一样。对，挺私密的一个感觉。其实我个人觉得光线就是对我的感觉蛮大的，因为我们之前只有上面3盏射灯，也没有去动什么。现在的光源就会变得好舒服了，就不会像以前一样。是闪的。以前是回来睡觉，其实灯也不想开了，就直接想躺下就关灯。现在反而会想是在这边去休息一下。对。那在次卧呢，我们仍然沿用了色块的设计，划分出一个独立的睡眠空间，让妹妹可以有更多的归宿感。充分利用垂直空间，打造上墙不占地的多功能衣架，在空间中最大化的保留走道和活动区域，让空间的动线呢更为的流畅。为了让次卧更加的有氛围呢，我们将原本的射灯拆除，增加了2组光源，一个是主吊灯，可以作为房间的主灯来使用，而另外呢又增加了1组射灯，去增加空间的一个层次感。我们还特意搭配了2个多功能猫窝，一个猫窝的上面有软垫，可以作为换鞋凳，里面有猫抓板；另外一个猫窝可以兼顾为床头柜。那在进门这边呢，我们是安排了一个隔断。这个隔断的实现方式呢有点特别，它是用这种可伸缩的顶天立地衣架加上这个布帘组成的。
这样的一个好处呢，就是有更好的通风，还有采光，同时呢也保留了这个隐私。另外我们在背后呢，其实还增加了一个网格，那么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小小的照片墙，加上灯串和屋主的一些小的照片，可以营造一个非常舒适的氛围。哇塞，全部都挂出来，好壮观啊！对。然后我看这边其实好像还有空位，我们还有很多衣服可以挂上来。对，这个是留给妹妹，哦，留给妹妹的。那你们喜欢这样的一个陈列方式吗？对，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最喜欢的，就每天都感觉在购物一样。那我们2间房间都看过啦，你们对我们这次的设计感觉如何呢？非常满意。100分，100分。哎，谢谢，感谢。